24小时之内，美国接连对中国打响2枪，解放军不惯毛病，直接是大动作，亮明了态度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中国的快速崛起让美国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和威胁，所以就开始用尽各种手段针对咱中国。那尤其是在台海局势上，不停地搞事情，想以此寻找和中国作对的切入点。美国之所以如此看重台湾问题，那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，也不会对美国自身利益产生任何影响。而在经济或者是科技领域，美国在对付我国的同时，自身也会遭到反噬，包括影响国内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。所以，台海问题是美国用来遏制大陆的最好棋子儿，这不。这最近呢，随着台岛正式进入选战模式，美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遏制中国的计划，在短短24小时之内就接连对中国打响了2枪了。第一枪是美国亚太驻青康达在出席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听证会，被问到台海情势时声称，台海和平稳定全球关切，并非中国内政。他还强调，美国政府除了持续对台军售之外，也会为台湾打造国际空间，竭尽所能来维系台海和平。那由此看来，尽管拜登政府多次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原则，但是美国呢根本就是嘴上说一套，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。在台海问题上，不仅没有停下挑衅的脚步，甚至还想按下加速键。那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一段时间之内，那特别是到了明年台岛大选之前，美国这种干涉活动只会多不会少，我国需要做好准备啊。第二枪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美国要竭尽全力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军事同盟，停止推动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，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。虽然中国一直是不结盟、不对抗、不针对第三方，即使美国不阻止，也不会和俄罗斯军事同盟，但是从马克米利这番表态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在美国眼里，已经将中俄是视为一个整体了。未来中俄关系的一言一动，美国势必都会十分关注，甚至不排除美国在结束俄乌冲突之后，会竭尽全力地对付中国的可能性。综上所述啊，这表明美国在近段时间对华战略里头啊，这主要就是从台海关系和中俄关系这2个方面入手。但如果美国以为这样就可以遏制我国发展趋势的话，那么就有点想多了。这因为解放军可不会惯着毛病，让美国有任何的可乘之机。针对美国打响的2枪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又直接的用大动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制。根据台湾防卫部门发出的公告显示，解放军共有27架次战机在台海区域进行巡航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还有1架无人机从台湾北部开始，以顺时针方向沿着台湾东北、东面、南面飞行，随后返回大陆沿海。毫无疑问，这一架无人机开始对台的绕岛飞行，将可以承担大部分的侦察任务，并且还可以长时间飞行，比传统侦察机那有更高的效率啊！显然，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，因为一旦无人机对台侦察进入了常态化，台独势力也将变得无处可藏了。那可以说，解放军这就是在用实际行动亮明态度，无论是外界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吧，这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。美国如果还要坚持挑战中方的底线，那么我们也会用真刀真枪来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